现在呢，我在中山八路和半塘路路口啊，这里简直车水马龙，我要过个街都非常的困难。好吧，我再等一波看。就在这个路口啊，刚刚我还见到了2个电单车相撞啊，但是我并没有拍下来。好不容易呢，现在过了中山八路，现在已经来到了半塘路上。这边呢就是广州一条老街，因为前面呢有江西酒驾而得名。那同时呢，边上还留下一些古迹啊，或者是一些古迹被重新翻新了。这里也有一个什么祖庙啊，我上次专门来过的。而且边上呢还有一大片的水域，就是荔湾湖公园。当然，现在这公园呢都打开了，就是其实已经跟以前的公园有所不一样了。这个地方呢有个半塘牌坊，但是我看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片旧街区了，觉得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到里边去了。我相信住在本地的人啊，特别是住了很久几代人的那种人呢，他应该对这边的很多的事物啊如数家珍，肯定呢就能够说出很多掌鼓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是到此一游的人啊，最多就是看看这些仿古建筑的一种介绍而已。那司机在这里，我立马跑过去。你看这边呢，就是仁威祖庙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仁威祖庙。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这边骑单车呢，是曾经经过这边的。就这边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仁威古庙的介绍。你看介绍文字还蛮多的，我们简单来看一看。主要呢还是供奉观音的这么一个建筑，但这个字我看都已经刻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啊。就大家知道这边就是一个仁威古庙就对了。好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到门口稍微转一转。看来这边香客还不少啊，大家到这边来拜观音求好运啊。拜太岁入口，这有时候我们对道教方面的也不是特别的懂啊，所以你拜了也不知道拜什么。我相信很多老百姓跟我应该也差不多吧，但是大家拜呢就跟着拜。这个就是仁威祖庙啊，环境还是相当不错啊。或者呢，经过后来的重新的修建，就重新做出了这么一片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些民间传统活动的地方，这我觉得也是不错的。这边
仁卫古庙边上呢有一条石板街啊，就我对这种石板街呢还是有一种好感，或者会有一些回忆啊，那我就到里面去骑行转转吧。想必这里面呢就是饭堂的老街区了。跟我刚刚经过一些街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，就是旧城里面的老的街道。广州第43中学就在我的左边。就在这个仁卫祖庙对面呢，就是一片水面啊，就是荔枝湖公园的地方。看看这个荔湾湖公园啊，景致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虽然季节有些过了，这些莲花呢都已经枝头枯萎了。这边有很多烧香拜神的人。
好，再回到大街上了。右侧呢，一个古色古香的餐馆。各种广东的手信。荔湾湖公园的一个算是正门吧。对面呢是一片新建的仿古建筑啊，这里已经是龙津西路了。我的右侧呢就是著名的半溪酒家，经常会到这边来用餐。这边呢现在就已经到了荔枝湾景区了。我们应该来过很多次了，今天就不到里面去游玩了。我们沿着龙津西路就继续去逛逛那些老城区的小街小巷。这边呢就是一条小的横街啊，叫逢源沙地一巷。但前面呢不能再进去了，在施工了。这条呢是逢源大街了，到里面去走走。这样的小街道两边呢，以前都是西关的一些房子，称之为西关大屋啊。就一个门进去呢有个院子，然后多门多户吧。这边还有个广东省木偶剧团荔湾非遗传承中心。原来这边呢是跟荔枝湾景区连在一块的，有些老建筑呢还在进行维修。这里有很多名人的故居。还是来到了荔湾冲的景区里面了。但我想的这些旧街道呢，就是跟这种以前的河冲连成一片的。当年大家愿意到这边来购置房产，我相信也是跟它周围
有水有景这种环境有关吧。那我们就在这个边上稍稍骑行一阵吧。沿着荔湾冲边上的小道缓缓地骑下。这条河冲上面呢，还保留了几座老桥，也建了一些新的造型别致的桥。像这座银沟桥应该是新建的吧。
这边有一个学校啊。你估下話幾多億都冇用啊！人哋唔明嘅，佢哋依家係。我已經有幾間㗎，有兩間。从这条荔湾村这边骑出来呢，就已经是恩宁路了。对面呢就是西关培正小学。恩宁路呢是最典型的广州西关老城区的街道，就是那种骑楼的模样。前一阵子我们去台山呢，看到的这种街区啊，就跟这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马路对面呢，里边就是永庆坊1区、2区，现在应该在建3区吧。这边呢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街区了，就是还值得到这边来看一看。但我今天呢，就是在它边上匆匆经过而已。这边的很多房子都是经过了一些重新的粉刷，相对来讲已经干净了很多了。现在不掉了。换了一块电池啊，继续在恩宁路上骑行，就看到这些旧式的骑楼啊，老的街区，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，因为我们也都是从以前那个时代过来的，所以呢，对这些就会有一些怀念，有些感觉。前方呢，就应该进入到上下9的步行街了吧。
但是我看很多人还在这边骑行，应该这段路还是可以走的。这边呢就有一些以前的老品牌，像淘淘居啊，现在开到了全国各地。右侧就是，还有呢对面的莲香楼，也是一家老时代的餐馆。虽然这个中间已经变了很多的这些主人了，现在应该都是国有的企业了。到了这头呢，里边应该就不让进了，就是完全步行街了。那我们就拐弯吧。现在转入诸暨巷。13辅路。整条街也在进行一些改造了，但是呢，开满的那种怎么讲啊，有点不上档次的店吧。右侧还有一个小学。就今天转了很多条老街道，整体感觉呢就有些审美疲劳了，就显得这种老街道太多了，太过陈旧，就保留它那么几条就可以了。但是大部分还是有人在这边生活着的。好，已经转到了康王南路上了。前面呢就是沙面了，前一阵子刚来过，既然来了呢，我们也在里面去转个圈吧，因为毕竟沙面也是属于老城区的一部分。哦，还要往前走。
好，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沙面岛了。这边呢真的是一片相当不错的历史街区。不管是谁到这里面来，不管抱有什么目的，随意的这么逛逛呢，都是非常休闲的。左前方呢，就是我前一阵子跟我太太来用餐的胜利宾馆啊。就在那个视频，我已经简单把上面的情况做了一番介绍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享受骑行，请朋友们呢就跟着我的镜头啊，欣赏一下沙面这条以前的租界，现在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这种风情。这边呢，总能遇到一些拍婚纱的新人，让人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啊。上次我来停车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这边实际上是有个码头的啊，所以今天趁着骑行呢，我就到这个码头跟前去看看。不，我就问一下，这个码头是可以过渡江的，对不对？可以过方针，过人就到方针。要往前面走是吧？好，谢谢。
这边只能人走啊。那边呢，据说是有一个过芳村的码头的登船处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转转吧。这边很多纠察人员啊，指挥着你必须要从哪里走。明白了，要走黄沙水厂那边才可以去到码头。反正也就随便的闲逛一下吧。正好那边有黄沙的水产码头，我们也去转转。现在呢，我从这座桥走出沙面，对面呢是623路，有这些马路都挺有意思的，肯定有它一些典故在的。这边呢有一个地铁站啊，应该就是黄沙站吧。我的左侧就是我现在看的前面的，就是沙面的停车场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共停车场吧。我说的是那种可以立体的，把车顶到上面去那种。边上呢就是有一条通往沙面有个码头的一条小路，但是却不让单车行走。现在呢我就转到了这边啊。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。那我就在这边黄沙的水产码头这边转转吧。就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卖水产的地方啊，据说已经进行了一些改建，但是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。已经真的几十年没来过了。这是一个水产码头。看上去呢，就有点不讲究啊，地面就有些脏乱，但却是老百姓到这边来采购便宜的海鲜、水产的地方，我也就到此游吧。这里已经到了江边了。
这个最接近江边的水岸，就显得非常的杂乱啊。这里人气很旺啊！你看各种摊档啊，都是水产的一些捕来的渔获，大家这边交易的地方。我看很多人应该都是批发商吧，但是也有一些老百姓在这边想要买些便宜货。你看，大虾，不知道这些渔获都是哪来的？你看，以各种各样的虾为主。濑尿虾，哇，很繁忙的一个水产交易中心啊。看到有些这种应该是交易商吧，堵着人家的路啊，他也不管。加中文呗。这跟以前日本的竹地这种渔获市场啊，简直一个天一个地。就是从卫生层面来讲，这个地方就有点吓人了。但是这些水产啊、海鲜的，应该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吧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面稍稍的经过一下就好。看到有一些皇帝蟹，反正应该各种水产都有吧，连大闸蟹都有。哇，这几个大螃蟹啊，这个大的皇帝蟹，死掉了就不值钱了。干脆这边给你来个三文鱼的这种店，就卖三文鱼。你看这个地方真是琳琅满目啊！摆的还是很满满当当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所以广州人爱吃这种水产，生意还是做得相当不错。像我们上次在多伦多去过一个圣劳伦斯 Market， 其实也就是在室内的一个市场，也有海鲜啊、三文鱼之类的卖，但是跟这种规模一比呢，简直弱爆了。好，我们也就是到这个黄沙水产市场里面去穿行一下，到此一游而已。好，刚刚呢是一个小插曲，
那我们呢，还是继续回到沙面里面去，再去到西堤那里。那我们就在黄沙车站门前呢，结束我们今天第2段的骑行。接下来呢，我还是打算穿到上面的街道，然后再到沿江路的河岸地区骑行一段。好，我从这边继续回到上面岛上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